人需要排序。面对一群陌生人，你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了解每个人的全部，而是在心里迅速排出一个高低，谁最强，谁次之，谁垫底。这个排序未必准确，但一旦建立，它就成了你处理后续所有信息的框架。叙事者比你更清楚这件事，所以他不会等你自己慢慢判断，他会替你排好，用一个场景、一个动作、一个精确计算过的细节，把秩序定死在你脑子里。从那以后，你以为你在独立思考，其实你一直站在他替你搭好的梯子上。演义第5回，18路诸侯讨董，泗水关、虎牢关前2场战斗，一场是关羽温酒斩华雄，一场是刘关张3英战吕布。先看第一场，董卓部将华雄连斩联军数员大将，帐中诸侯惊惧，关羽请战，曹操为他斟下一杯热酒。关公曰：酒且斟下，某去便来。出帐提刀，飞身上马。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震，喊声大举，如天摧地塌，越撼山崩，众皆失惊。正欲探听，銮铃响处，马到中军，云长提华雄之头，置于地上，其酒上温。这是整部《三国演义》最有名的战斗场景之一。但你仔细看，罗贯中写了战斗过程吗？没有，他没有写一刀一枪，没有写双方过了几招，没有写华雄如何抵抗。整个战斗被压缩成了一个时间单位，一杯酒从热变温的时长，这是极其精确的叙事设计。罗贯中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关羽怎么赢的，而是关羽有多强。前者是过程，后者是定位。定位不需要过程，定位需要尺度。尺度是什么？是华雄之前连斩数将，潘凤、于涉、祖茂这些人名字出现的唯一意义，就是替华雄建立高度。华雄杀他们越轻松，华雄本身的等级就越高，而华雄的等级越高，关羽斩华雄就越有分量。然后罗贯中做了最关键的一步，不写过程。如果写了30回合击败华雄，关羽是比华雄强一些；如果写了10回合，是强不少。但如果连过程都没有，酒还没量人头，已经扔在地上了，这就不是强的问题了，这是碾压，是2个世界之间的差距。不写比写更重，这是排序的第1条规则：速度定义等级，越快等级差越大。不给你看细节，就是在告诉你细节不值得看。第2场，虎牢关，吕布出阵。罗贯中这次改了写法，他不再用不写来制造碾压感，而是反过来写得极其详细。张飞先出，与吕布大战50回合，不分胜负。关羽加入，2人夹击30回合，仍然拿不下。刘备上马，3人围攻，吕布这才价格遮拦不定，败走。注意这个结构，关羽一杯酒灭华雄，但关羽加张飞2个人打了30回合，依然无法击败吕布，必须再加刘备，3人合力才逼退。这2场戏并排放，排序就完成了。吕布大于关羽加张飞，大于关羽，大于华雄，大于联军诸将，一条完整的武力阶梯，2场戏盯死，贯穿全书，不需再解释。从此以后，任何人物的武力要被读者理解，只需要放到这条梯子上比一比。他能打几个回合的吕布级别？他是华雄级还是关羽级？这不是战斗描写，这是刻度建立。罗贯中在第5回做的事儿，相当于在一本书的目录前面放了一把尺子，后面所有的武力叙事都在用这把尺来度量。现在翻开正史，讨董战役中真正打了硬仗，正面击败董卓军队的人是谁？不是关羽，不是刘备，是孙坚。《三国志·孙破虏传》：坚负乡收兵，合战于阳人，大破卓军，骁骑都督华雄等。华雄确实死了，但杀他的是孙坚，不是关羽，而且不是单挑斩杀，是孙坚率部在阳人聚义战中击破董卓军。华雄是这场战役中被斩杀的敌方将领之一。不仅如此，孙坚是整个讨董联军里唯一一个真正推进到洛阳近郊的人。他先败后胜，连续击破董卓军，最终进入被焚毁的洛阳城，修复了被董卓破坏的汉室宗庙，兼入洛阳，修筑陵墓，平塞卓所发掘。这是整个讨董战争中最实质性的军事成果，全部属于孙坚。而演义里，孙坚在这几回做了什么？他几乎是隐形的。温酒斩华雄的功劳归了关羽，正面击退吕布的场面给了3兄弟。孙坚最重要的戏份被推到了后面，捡到传国玉玺，私藏，被袁绍追讨。一个军事英雄在演义里被改写成了一个因传国玉玺暴露野心，从战场英雄转向权力赌徒的人。罗贯中知不知道正史？当然知道，他读过《三国志》，他清楚斩华雄的是孙坚。那为什么要改？因为他在做一件比还原事实重要的多的事儿，建立主角。第5回是全书的第一个战斗高潮，观众或者说读者在这个时刻形成的印象会锚定整部书的情感重心。
谁在这个场景里最出彩，谁就是读者心中的主角。如果如实写孙坚破敌，读者记住的就是孙坚，但孙坚在演绎的叙事蓝图里不是主角，甚至不是第一梯队，他是孙权的父亲，是东吴的前史，是一个交代性人物。把最燃的战功给他，是叙事资源的浪费。刘关张才是演绎的叙事核心，他们必须在最早的高潮段落里建立存在感，而且不是普通的存在感，是碾压级别的强和团结协作的美同时建立。温酒斩华雄建立个体武力，三英战吕布建立团队默契，两场戏合在一起，完成了刘关张作为主角团的全部初始设定。他们既有压倒性的个人能力，又有其他人不具备的凝聚力。而孙坚的功劳被拿走，不是因为罗贯中讨厌孙坚，是因为叙事资源有限，一个高潮只能服务一组人物，罗贯中选择了他的主角。退远一步看，罗贯中在第5回建立的不只是关羽很强或吕布最强，他建立的是一套覆盖全书的武力评价系统。这套系统的规则是单挑定胜负，正史中几乎不存在的战斗形式，回合数定差距，顶级高手之间用平手制造悬念，用几人合力定天花板。有了这套系统，后续200多万字的战争叙事就有了底层秩序。读者不需要每次都重新判断这场谁能赢，他只需要查阅第5回建立的那把尺子。赵云长坂坡7进7出，很强，但他没有正面打过吕布，所以天花板不确定，留有悬念。张飞当阳桥吓退曹军，威猛，但他的强被放在猛的框架里，关羽的强则被放在义和神速斩将的框架里，两人强法不同，所以不会互相替代。关羽过5关斩6将，用数量重复强化碾压印象，但对手等级不高，所以不触及吕布的天花板。每一场后续战斗都在这个框架内运行，框架是第5回一次性打好的，这就是叙事秩序的意思。它不是反映现实中的强弱，它是创造一个读者可以信任的规则世界。你信了这个规则，你就进入了演绎的逻辑。从此以后，你评价任何一个武将用的都是罗贯中的尺子，不是你自己的。正史里的战争不是这样的，正史里的胜负取决于兵力、后勤、地形、时机、士气，取决于系统，不取决于某一个人的武力值。但系统太复杂了，系统不可感知，系统没有画面。单挑有画面，酒上温有画面，三人围攻有画面。叙事者永远选择画面，因为画面产生记忆，记忆产生秩序，秩序产生信仰。但这套系统是有代价的。当读者接受了武力值决定战斗结局这个前提，他就很难再理解真实战争的逻辑。关羽后来失荆州，读者的第一反应是他怎么可能输？他的武力值那么高，于是只能归因为大意。因为在演绎建立的规则里，实力碾压的人不应该输，输了就只能是主观失误。罗贯中自己也被这套系统困住了。到后期叙事中，当他需要解释强者为什么失败时，只能不断使用骄傲、大意、轻敌这类主观归因。结构性的失败，兵力不足，战线过长，后方不稳，在演绎的等级系统里找不到位置。这是所有排序系统的内在矛盾，它简化了理解，也堵死了复杂性的入口。孙坚在正史里的胜利是系统性的，他善治军，能服众，敢身先士卒，又恰好面对了董卓后方不稳的战略窗口。这里面没有一杯酒的浪漫，没有三人合力的美感，但它是真实的。真实太复杂了，叙事不要复杂，叙事要一把尺子，量遍天下。第5回2场虚构的战斗，没有一场发生在真实的历史里，但他们完成了比任何真实战役都更持久的工程，在1000年的读者心中建立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武力秩序。吕布最强，关羽次之，刘关张合则无敌。这个秩序如此牢固，以至于后来民间武评里才会出现1吕、2赵、3典韦这样的说法。哪怕很多人没读过《三国演义》，也知道吕布必须排在最前面。罗贯中在第5回放下了那把尺子，此后600年，所有人都在用它丈量英雄。没有人问过这把尺子是谁造的，它量的是真实，还是一个人希望你相信的东西。叙事的功能从来不是还原事实，是在你心中建立秩序，然后让你忘记这个秩序是被建立的。华雄死了，吕布退了，联军的高光时刻到此为止。接下来等待这18路诸侯的不是胜利，是一封来自洛阳方向的消息。董卓烧了一切，带着天子西迁长安，联盟最后的遮羞布被扯掉了，没有了共同的敌人，盟友之间的刀比对面磨得更快。